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呢，我们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炉子，又是这个炉子。这个炉子呢是 Frigidaire 的，那么它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插电源啊，给大家看一看，这是很常见的一种问题。那么这个动力电一插上完了以后呢，我的个天，大家可以瞧呢，这个炉圈呢立刻就红了。那么这个炉圈呢，我现在赶快拔了，太热了。好了，我们大家看见这个问题了，那么这个炉圈呢，这个不请自来，所以说是这个开关坏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教大家呀。怎么去拆卸这个开关？我们把这个 Frigidaire 底下这个盒子打开呀，那么它的这个型号呢在这儿，我们根据这个型号呢从网上购买了它的这个零件。那么这个零件呢就是这么一个开关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面这个面板呢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那么我们把这些6个螺钉啊打开。好了，那么这个6颗螺钉卸下来了，我们就把这个板子给它拆了。那么现在大家不难看出来呢，这个地方啊已经完全呢。给大家看一下，那给大家看呢，烧了，哇，完全的烧掉了这个开关，烧得非常的狠呢。我们现在啊，把这个从前面把螺钉打开，把它拆下来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把它这个后面的这个插槽的这个导线呢 ，H2C2，那么是褐色的 H2C2，然后呢，这个呢是 C1H1 和 P， 我们呢也给它轻轻的拔下来。那么这时候大家再重申一遍，这个是一定是电呢，一定要拔下来哈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前面的这2个螺钉啊，给它卸开。这2个螺钉呢，并不难卸。好了，给大家看一看呢，这是被取下来的这个元器件。那么这是我这个新的，我们把这个新的一模一样的给它装上去。好了，这是拆下来的这个损毁的这个零件呢。那么跟大家好奇的朋友呢，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东西呢，实际上这个开关呢，当它一打开的时候呢，是连通了3个开关。那么这个开关呢，这个是 P 和 C1 呢，这一档呢就是你的那个炉子上面那个灯。那么 C1 和 H1 呢是炉子的内圈 ，C2H2 呢是炉子的外圈。当这个开关一开的时候呢，它实际上连通这个，连通这个，连通这个。开关一关呢，它就把中间啪啪啪3个全都断掉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新的呢就给它装上去。那么实际上这种毛病呢，在很多电炉当中呢。普遍存在，这个症状呢是比较严重的。那么其他的症状呢，比如说，这个红灯啊，就是关了之后不灭，虽然说电阻丝呢被关了，但是呢红灯不灭，常亮，那么等等现象呢，都是跟这个开关是有关系的。所以呢，朋友们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呢，也不妨啊自己啊，根据炉子的牌子呢。找到对应的型号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它装上来。好了，这前面就装好了。那我们把后面呢再给它装回去。光线有点暗，但是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。C2H2 呢给它装回去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把这个给装好了。我们下面呢就带电啊测试一下。那么现在这个呢就给它弄完了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啊。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好，现在这个炉丝呢，你看已经开始发热了。那么这时候把它关掉，那么也好了。那么我们再测试一下单圈哈。那么 C1H1， 好，那么 C1H1 呢，你看现在也开始热起来了。因为我这是最小，我把 C1H1 呢打到高，那么可以看到 C1H1 呢也起来了。好了，那么就是说一切呢测试了以后呢。那么都已经修旧如新了。好了，那么这个今天的 DIY 视频呢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。那么总结一下，实际上这个问题呢还是蛮简单的，就是一个开关坏了。遇到类似的问题，比如说这个灯啊老亮，虽然炉丝关了，但灯老亮，但是或者开关关了之后炉丝不断，那么像目前的这个情况呢，那么多半都是因为开关坏了。那么大家只要根据我上面说法呢，找到自己的型号。给它更换这个上面的这个零件呢，那么一切就好了。好了，那就是今天的这个视频。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。